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无趣的，爸妈都没有时间陪我，所以在家中放置的所有东西都能成为我的玩具，甚至只是一只打火机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小时候多多少少对打火机有一定的兴趣，因为这玩意儿小巧，并且还能打出火苗，这可比普通的玩具好玩多了。你们有没有试过点燃各种东西呢？又或者把打火机的档位调到最大？当然，还是请各位小朋友千万不要玩火。不过，当火苗从火机里面蹦出来的那一刻，我相信这也会成为一代人心中抹不掉的回忆。那么在 SCP 的世界，打火机就真的不能乱玩了，因为一不小心你把这个世界炸了怎么办呢？那么本期给大家带来这个 SCP-403，一个神奇的递增打火机。虽然它外表很普通，但功能不容小觑，可以说哪里有仇点哪里，完全可以引爆你三观的那种。那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长按点赞3秒钟，和正正一起来倡导大家千万不要玩火。SCP-403属于 Safe 级别的收容物，当初是在一家自助餐厅被发现的。它是一个外表不起眼的石脑油燃料打火机。可能有小伙伴对石脑油很陌生，它可以分离出许多有机原料，比如汽油、苯、煤油、沥青等等。因为在生产过程当中，通常从蒸馏塔上抽出，相当于人体的头部，所以得名为石脑油。在长时间不使用 SCP-403 的前提下，它被点燃一次就会产生普通的火焰。到这里一切都还很正常。然而，当这个打火机在24小时之内反复点燃的时候 ，SCP-403产生的火焰竟然会变得更大、更猛烈，威力呈递增趋势。目前 SCP-403被收容在一个铁质保险箱内，其密码仅有某博士晓知。保险箱必将由达到基金会 C3-403 标准的防火材料加固，而且至少需要2名守卫监管。在一次实验当中，一名地级人员试图在2个小时内第3次使用 SCP-403 点火，结果由于过热气体与等离子体组合，造成了一次猛烈的爆炸。该事故甚至摧毁了实验室的监视设备，并严重破坏了衬在墙壁上的耐火镀层。尽管如此，实验对象和物品本身几乎是没有受到任何破坏的，依然保存完好。无线电成像显示，打火机周围形成了磁场。研究人员认为这也是 SCP-403 免受伤害的原因。如果不使用任何的常规燃料，那 SCP-403 所使用的产生爆炸的燃料是尚不明确的。根据对物品的检查 ，SCP-403 内部的燃料箱明显是清空的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可燃物的痕迹。考虑到此情况，加上爆炸过程中可能释放的一些能量 ，SCP-403 完全可以被认为拥有获得不洁动力的能力。SCP 基金会为确认其能量来源，目前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实验。当 SCP-403 被批准继续进行测试的时候，基金会还提供了一块指定的安全引爆区域。在第3次点火后，地质人员开始尝试第4次点火，结果造成了一次爆炸。最初被认为是热核反应，然而后来研究人员对爆炸进行了分析，发现爆炸威力高达1000万吨的 TNT 炸药，这远远超出了现有战略核武器的产量。同时，该功率还超出了根据过去实验数据推算出来的最大数据。基金会对记录的数据也进行了其他研究，发现该爆炸实际上是由某恒星材料释放引起的。除了第1次爆炸造成的破坏之外，未观察到爆炸产生的异常持续影响。而再次点燃 SCP-403 的对象也没有受到爆炸的伤害。由于 SCP-403 产生的高能爆炸会带来极端的危险影响，所有其他的测试都已经被基金会叫停了。这么看 ，SCP-403 的力量是呈指数性增长的，所以第5次点火可能会导致极其可怕的事故，甚至会造成大面积陆地的毁灭，同时也会对多个基金会站点有严重的收容突破威胁。看到这里，正正觉得 SCP-403 完全可以被称作为天命打火机，这简直是灭霸打响指的程度了吧？毫不夸张地说，按照第5次点火，地球毁灭1/3的程度来判断，那第6次点火，直接地球就没有了。那第7次点火岂不是要毁灭银河系了吗？等一下，这里有个 bug， 第6次点火的时候地球都没了，那第7次怎么点？还请各位小伙伴在弹幕里脑补一下。那你还敢继续往下想吗？到那个时候 ，SCP 基金会收容突破，不管是什么 Keter 级的、Euclid 级的收容物，通通给你跑出来，这怕是离世界毁灭也不远了吧？所以老祖宗的话也得听一下，不要玩火，玩过火了就会易燃易爆炸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有机会你得到这么样一个打火机，你要怎么用呢？正正有个邪恶的想法，小学的班主任一直针对我，并且是个老烟枪，所以我决定先点燃1次火后送给他，说不定抽完那一根，小学也就能顺利毕业了，哈哈。各位小伙伴也千万不要学，班主任还是挺好的，咱们还是要好好学习。那么喜欢本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正正，我们下期再见。